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天天给你端茶送水的人，或许从未真心待你。当你以为一切稳妥时，悲剧或许早已悄悄展开了。我叫林翠花，今年65岁，南宁市。一所小学退休语文教师，丧偶多年，与儿媳王静雯共同生活。儿子伟明在越南温特港打拼外贸生意，节假日偶尔打来电话，平日鲜少见面。女儿则早年嫁到加拿大，过得不温不火。我以为自己虽无儿孙绕膝，却也能算过得安稳自在。我住在这套3居室的老房子里，是当年我和老伴儿一点点积攒着钱买下来的，曾在阳光最好的角落。栽花养鸟老伴去世后，我把主卧让给了儿媳，自己搬到了靠阳台那间房。王静雯倒也没反对，甚至笑着说：“妈，您喜欢阳光，住那儿里。”刚刚好，日子似乎过得平静。她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为我做早饭，鸡蛋煎得恰到好处，粥里飘着红枣的香味。饭后还不忘把一个装着枸杞红枣的宝温杯塞进我手里，笑道：“妈，这对心血管好，你每天都要喝啊。”中午和晚上，她也亲自下厨，菜色花样翻新，不乏我爱吃的醋溜白菜和红烧肉，我心怀感激肠。对邻居贺阿姨夸口我儿媳妇啊，贤惠的很，像亲生女儿一样贴心。可我逐渐察觉，贴心的似乎太过了。贺阿姨常来敲门拉我去早市买菜或散步，每次我满心欢喜的应允一说给静雯知道，她就笑着皱眉：“妈，那些地方人多乱杂，小心摔了腿都没人扶。”您起来，我听着也没辩解，总觉得她是为我好，可次数多了，我连楼下的马路都快忘了怎么走。我原本喜欢自己去银行存取款，觉得那是种自立自强的表现。可有一次，我刚穿好外套准备出门，静雯便惊慌地挡住，是门口说：“妈，哪还用您跑这趟？我平时不都替您打理着吗？”她的眼神温柔，却让我突然哽住。我并非好管事之人，也从不喜欢跟儿媳起争执，可不知从哪天起，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没事可管了。存折呢，身份证呢，房产证呢，那些我原本藏在衣柜最底层的文件袋，似乎已经很久没见了。问他就说：“妈，我帮您放在还更安全的地方了，您要用时我随时拿给您。”我不好意思多追问，但最近我的记忆越来越不靠谱了。刚放下眼镜，一转身就怎么也找不到写好的字条。第2天再看，却像没见过一样。我曾是语文老师，最注重逻辑与表达，如今连自己说过什么都不确定。于是我悄悄开始写日记，哪怕只是流水账早饭吃了什么，谁来敲门，电视播了哪期节目。我开始担心某天我连自己是谁都记不清。某天晚上，我在茶几下找遥控器时，摸到一个老旧的铜钥匙环，我一下认出了那串钥匙。阳台储物间的，那是我和老伴最重要的私人空间，曾经放着结婚照房契，还有老伴收藏的算盘和老报纸。我愣了许久，忽然生出一股奇怪预感。我走到阳台，门已多年未开，满是灰尘。我悄悄插入钥匙，拧动，一声脆响，内门竟还能开。我轻轻推开门，眼前的景象让我呆住了。本应放满老物件的角落，如今整齐摆着2个塑料文件箱，每个都贴着标签：房产、户口本、银行文件。是谁动了这些？我翻开银行文件，那一箱手指在纸张之间颤抖，几张银行打印的交易记录，赫然其上汇款对象的名字。我从未听过笔记，也不是我写的。我认得出自己的笔记，这是伪造的星象，被刀划了一道。当夜我没睡，窗外街灯昏黄，我望着那封存款转让协议发呆，想起静雯这些年来的孝顺，那杯热茶是否也别有用心。我终于明白，所谓贴心照顾，也许只是慢慢将你变成无权发言的摆设。这一天，我终于决定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个不落地拿回来，即便对方是我儿子的妻子，我也不能再装糊涂了。自从那天发现那些文件，我整个人像被从梦里惊醒了一般，平日里那份安宁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每当王静雯热情的递茶递水，我都忍不住多看她几眼，试图从她脸上读出哪怕一丝愧疚或者破绽，但她依旧一如既往的温柔体贴，语气轻缓，笑容可掬。她甚至开始提醒我服药，说是医生建议的维生素和营养胶囊，说可以改善我的记忆力。可我分明记得自己从未去医院做过体检，哪来的建议我将那几粒药丸偷偷藏在枕头下，心里越来越沉重。我开始小心翼翼地收集证据，趁他
不在家时，我拍下了那些交易记录的照片，把钥匙重新藏到以前的缝隙里，又把协议书藏在卧室旧箱底的夹层以前，总觉得日子就该平稳过下去。把家里搞得像侦探片，可现在我不得不这么做。最令我震惊的不只是这些伪造的文件，而是那几笔金额庞大的转账，其中一个收款人名字叫贺伟东。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但有一次深夜，我无意间在门缝中看到一个穿着运动衣的男人悄悄走进厨房，又迅速离开。那天静文说是外卖小哥送错了楼层，我信了，但现在回想那个背影分明带着熟悉感，甚至有几分亲密，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那天我特意穿得整整齐齐，说自己要去理发，静文愣了愣，问我是不是头晕，是不是又忘了吃药？我说头发太长了，看着烦。他似乎察觉到什么，但终究还是没拦我，只是叮嘱我早点回来。我没有去理发，而是转了3趟公交来到市中心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这家事务所是我高中同学马素贞任职的地方。推开门的那一刻，我几乎有些恍惚。马素贞老了，但精神很好，穿着一深干练的藏青色套装，看到我时眼睛一亮，翠花你怎么来了？我坐下，忍不住红了眼眶。素贞我遇上事了。他没有多问，给我倒了杯热茶，慢慢说。我把这些年的事一一讲来，从老伴去世到与儿媳同住，从一开始的感激信任到如今的怀疑警觉，尤其是那串钥匙和那份转让协议，我都如实相告。马素贞听完沉默良久，语气变得严肃。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操作可能构成了财产侵占甚至诈骗？我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搅着衣角。我现在不知道还能信谁，连我儿子都不回我电话了。你儿子一直不接电话死。我叹了口气，他说忙可以，钱不这样。我怀疑他在我和儿子之间动了手脚。马素贞沉吟片刻，忽然说，我带你去做2件事，第一，报备你当前财产异动的疑点，第二，去银行查账。我点头如捣蒜。那一刻，我像是终于抓住了一块浮木，虽然深陷漩涡，却还有希望。我们花了整整1个下午，先去了南宁市第4人民派出所报备情况。警官是个30出头的小伙子，听完之后露出几分复杂的神情，问我，林阿姨，您确定当时是您自己签的字吗？我苦笑，我教了一辈子语文笔记，我能不认识他？点了点头，把材料收好，说我们会登记情况，但您得尽快准备更详实的证据。随后赶往建设银行的分行，那里的柜员恰巧是我一个老学生小王，他一眼认出我。林老师您好久没来了。我没多话，只说想查询近期账户变动。他查阅后脸色有些难看的说，您名下的账户目前只有3000多元，之前3笔大额取现都由授权人办理。授权人我心一紧，他拿出一张复印件，那是授权书的扫描文件，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和指纹印，但那不是我写的。马素贞当场拍照，取证小王则低声提醒我，林老师那几次来的人是一个穿运动服的男人，30多，是碎皮肤黑黑的，来的时间都很晚，快下班的时候是他贺伟东。我仿佛被雷击了一般，回家的路上我久久不能平静，我的人生竟被一纸纸伪造的协议可陌生男人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无法接受儿子竟然对此毫不知情，还是他也被蒙蔽，亦或默许了这一切。我越想越冷，北风吹在脸上，仿佛穿透了骨。投到家门口时，天已擦黑，王静文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笑着迎上来。妈，您今天去哪儿了？我还正要出门找您呢。我勉强笑了笑，去散了个步，顺便坐了会公交。他仔细打量我，看您脸色有点白，是不是太累了？我点点头，有点。他转身进屋，走进厨房，开始洗水果，灯光洒在他背上，那身围裙一如既往整洁温湿完，可我心中却生出一种异样的恍惚，这双手到底是为我削苹果，还是早已在我的银行账户里挥洒自如？我望着他的背影，第一次有种想逃离这个家的冲动，但我知道还不是时候，真正的对峙还在后头。自从那天去了律师事务所和银行回来后，我整个人像是换了一个人，那些我曾经信以为真的温暖在灯光下竟开始变得黏腻又虚伪。晚上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门紧紧关上，耳朵却分外灵敏。厨房里水声哗哗，王静文在洗碗，她一边哼着小曲一边说，妈，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回来就不说话，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情绪不稳。我听见了他是在跟电话那头的人说话，我贴近门缝，屏息凝神，只听他低声又道：“放弃。”他没发现什么，放心吧，就算真的发现了，也没人会信他。对我明天再去见贺哥，他说只要最后一份合同盖上章就能结束了。贺哥，我眼前一黑，几乎要站不稳，那个名字再次出现，我退回床边，双手紧握着膝盖，脑中一阵眩晕。若不是我事先有了防备，此刻我可能还在被这场孝顺戏感动得一塌糊涂。我必须要做点什么。第二天一早，我佯装不舒服，没起床吃饭。王静文敲了门几次，我都只应一句没胃口。他果然没多问，自己出门了。我趁他走后，立刻起身带上。串钥匙再次打开阳台储物间的门，这一次我决定仔细查看那2个塑料文件箱的每一页纸张，房产那一箱。最后我一页页翻过，忽然发现一份赠与协审一书，上面写着：甲方林翠花自愿将南宁市某某小区3居住宅赠与乙方王静文签字处，赫然是我的名字。我冷笑，旁边还夹着一张拍摄模糊的身份证附印件和一个按着红手印的文件页，签名歪歪扭扭，笔画连贯不清，仿佛是用左手写的。我曾教过50多个学生签字练习，能一眼看出真假，那不是我的笔记，更别提我从没在任何场合说过要赠与房产，这不是赠与，是偷抢。继续往下翻，竟还发现一份精神评估建议书，署名是南宁市第8人民医院，内容显示林翠花女士存在记忆混乱、判断能力退化等初步迹象，建议家属持续监护。我愣了半天，才发现这份建议书是用扫描打印合成的纸张，并非正式。愿文书用纸落款处也无钢印，一场偷天换日的大戏已经筹备许久。我开始明白为何我最近经常健忘，为何他总给我喝那些养生茶和胶囊，为何出门不准访客被打通话被限。他不是怕我出意外，他是怕我清醒。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把这些文件全都拍照保存，用老年机上传到了一个新的微信小号里，命名为02，并设置自动同步到邮箱。我不再是那个只知道抱怨的老太太，我也可以应变，也可以保护自己。那天下午，我悄悄去了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部最便宜的备用手机，用小纸条记下新号码，藏在旧缝纫机里。晚上王静文回来时看了我一眼，妈，今天好点了吗？我点头，好多了，睡了一觉就好了。他笑了笑，把手里的一袋银耳红枣汤放到我桌上，趁热喝。我捧起碗闻了一下，有股淡淡的苦味，里面加了党参提气的。他解释，我喝了一口，没说什么，是心里反复提醒自己不能再掉以轻心了。接下来几天，我假装和平常一样吃饭、看电视、午睡，但实际上我暗中调查更多细节。我发现他每天出门时间来越早，回来却越来越晚，手机通话频繁，却总在厕所或阳台接听。有一次他忘了带手机出门，我快速解锁，他密码是生日早，被我记住，在通话记录中看到一个常拨出的号码，备注为 D。 我把这个号码抄下，用新手机拨了一次，电话很快接通，一个男生低沉传来，喂，我没有说话，立刻挂断，但那声音正是那个贺哥。第二天，我再度前往律师事务所，马素贞接到我时眼神复杂，你确定要立案？一旦开始，就意味着你和儿媳之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去了。我点头，他早已不把我当亲人，我为什么还要顾念他？马素贞叹了口气说，那就正式递交民事诉讼，同时申请保全房产。我们连夜整理材料，并把我拍下来的证据一一打印归档。他说，这类软刀子割亲人的案件近年在城市里越来越多，尤其是老人独居或丧偶的情况下更容易成为目标。回家那晚，我在门外多站了一会，屋内灯光柔和，传来电视里的新闻声，还有厨房里隐约的切菜声。这是个我住了30多年的家，见证我和老伴的青春孩子的成长，现在却仿佛正变成一个囚笼，把我温柔地困住。我轻轻推门进屋，王静文笑着说，妈，饭好了，今天做了你爱吃的葱烧鲫鱼。我坐下吃了一口鱼，味道很香。我看着她低头盛汤的动作，忽然有些恍惚。这个女人曾陪我逛街买菜，曾在老伴出殡那天帮我擦干眼泪，可这一切是真是假？或者说真的早已变了质，我不想再问自己了。
为答案我已经知道了。第3天清晨，南宁市的空气带着微湿的凉意，窗外传来鸟叫声，却不再让人心安。我坐在床沿，思绪翻涌，不止桌上还放着昨晚那碗剩下的银耳汤，我没有喝完，它的苦味太过刺鼻，像极了近来日子里那些掺杂着虚伪关心的甜蜜。我把自己裹进一件老毛衣，慢慢走到阳台，阳台上那儿是朱桂花树，是我老伴生前亲手种下的，花开的时候香得扑鼻，可这几年枝叶却越来越稀疏，仿佛跟我一样，在这个家中逐渐被忽视。阳光斜斜洒进来，我却忽然发现了阳台角落一个细小的变化储物柜，上方原本堆着几个旧花盆，现在却整整齐齐放着几个标着 B2023 身份文件委托材料的档案。待我一瞬间心头警铃大作，这不是普通的收纳方式，更像是某种事务处理的预备文件。我迅速关上柜门，回身回到房间，心里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他是们正在为将我从这个世界中合法移除做准备。我打开抽屉，拿出马素珍上次递给我的法律维权流程说明书，目光掠过上面的每一行字：申请财产保全，提交精神状态鉴定申请异议，准备民事诉讼口供。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在为保命而战，而是在为一个母亲的尊严而战。傍晚，王静文比平时回来的晚了，他脸上带着微妙的倦意，手上提着一袋保健品，说是公司年会抽奖抽来的。我注意到袋子里除了维生素和钙片，还有一瓶褐色包装的天然镇静胶囊。他放下袋子，笑着说：“妈，这个晚上吃一粒，睡眠质量特别好，年轻人现在都在吃这个。”我点头假装不疑。有他看了我一眼，又道：“最近你晚上总说梦话，昨晚还喊了老伴儿的名字，妈要不要我陪您去医院看看？”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不用，我最近状态好着呢。”他愣了一下：“那就好。”晚饭后他照旧收拾厨房，我走进房间，翻出昨天新买的备用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位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女声：“是我翠花。”我压低声音：“我这边有一件紧急事，麻烦你帮我安排一个可靠的私家侦探马素珍。”在那头沉默片刻，然后低声说：“你终于下决心了，是时候了。”我眼神坚定，我要知道他们还有什么没做完。第2天中午，一个穿灰色运动服的男子出现在我家楼下，他年约30出头，皮肤黝黑，背着双肩包，神情警觉。他并没上楼，而是站在1楼的水果摊旁边，装作选评。我透过窗帘缝看了他整整15分钟，他就是那晚我在电话里听见的。贺哥，我压抑住情绪，用手机偷偷拍下几张照片发送给马素珍。10分钟后他回复：已查到此人叫贺伟东，曾涉及2起冒名签署诈骗案，目前虽无定罪，但警方留有案底。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他不仅是合谋，更是惯犯。当天下午我又去银行提出申请查看我所有名下账户的授权签署记录。那位小王职员很理解地配合我，并悄悄告诉我：“林老师，上次来的女人不是您儿媳，是另一个字称您外甥女的人，还拿了您的手写授权信。”我震惊地问她长什么样，中等身材，戴眼镜，说话很客气。我脑中顿时闪过一张脸，那是上周我去阳台浇花时看到的陌生女人，穿着藏蓝色风衣，手上拎着资料袋，从楼道快步走进来。王静文正在门口迎他，2人低声说笑，像是熟人。我终于明白，他甚至找了人来扮演我的亲属。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的人生正被一群陌生人以亲属的名义篡改。我坐在桌前，手不自觉地发抖，那个曾经温暖熟悉的家，如今却像是一个布满机关的陷阱，而我是那个等着落网的猎物。这一夜我彻夜未眠，凌晨3点，我听见外头有轻微的脚步声，是王静文。他似乎走到我房门前停了几秒，然后转身去了厨房。我竖起耳朵，听见他开冰箱倒水，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可我分明听到了他说了一句：“低语快了，再撑几天就行了。”我的心跳几乎要冲出胸膛。我清楚他不是在对我说的，而是在对某人传话。这个快乐是对我生命财产或是某种决定的倒计时。第2天我没吃他做的早饭，只说身体不舒服。他皱眉：“要不要我给贺哥打电话让他带您去医院？”我笑了笑得格外平静：“不用了，我约了别的医生。”他眼神一凛，立刻恢复笑容：“那好，您
注意安全，我知道战斗已经开始。那天下午，我如约去了南宁市区西侧的一家咖啡馆，那是马苏珍安排我与一位年轻朋友见面的地方。林姨，您好。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朝我点头微笑，她穿着浅灰色风衣，面色白净，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气质沉稳。我叫秦曼，是马律师的助手，目前在准备考司法考试。听说你遇到一些困扰，我过来是想帮您整理一下线索。我打量了他几眼，不知为何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多年前刚从师范毕业时的自己，干净利落，带着某种纯粹。您放心，我会保密一切。他坐下，打开了平板，开始记录我提供的信息。我把近1个月来记录下的时间线、文件、复印件、照片、对话内容一一讲给他听，包括贺哥的外貌特征，那位外甥女的穿着和声音，还有王静文的异常言行。秦曼听得认真，时不时插入几个问题。林姨，您确定这份协议书没有亲笔签署过？有。没有人在您服用药物后诱导您签过东西。我点头，他从未让我签字，可最近我时常昏昏沉沉，感觉记忆有断层，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哪天被人强迫做了什么。他沉吟，那说明他可能用过一些影响记忆或判断的东西，你有没有保留？最近的药品样本由我从包里掏出一个小药瓶，这是他最近给我的。秦曼接过瓶子，立刻戴上手套，小心放入一个封袋中，说：“我会请专业机构帮您检测成分，谢谢你，孩子。”我有些哽咽。他抬头看我，轻声说：“林姨，这不仅是您一个人的战斗，您在为很多像您一样的老人争口气。”我听了这话，眼圈一下就红了。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接下来我们会从法律层面正式进入诉讼准备。请您一定不要透露半点风声。我点头，我知道我等这一天太久了。那天回家后，我把房门反锁，坐在床头静静想了很久。其实从我决定反抗那一刻起，就知道自己早已不再是那个什么都忍、什么都怕的老太太了。我不怕撕破脸，不怕孤单，也不怕被指责毁了家庭，我只怕自己一辈子的尊严被无声的剥夺。而我还在微笑着配合晚上王静文回来的时候，带着几分疲惫和烦躁。他开门那一刻，脸上还强撑着笑容。妈，我今晚加班公司开会，辛苦你了。我平静地说。他顿了顿，似乎不太适应我的配合，随即把外套挂起。明天有个房地产项目的客户宴，我可能晚点回家，你晚饭自己热一下。好，我点头。明天我也约了个老朋友出去走走。他眼角轻轻跳了一下。您不是一直不爱出门吗？有些事该面对的时候总得面对。我淡淡一笑。他没有再问。晚上我收拾好一只旧背包，里面装着所有资料、复印件、备用手机、药物样本的副本，以及一本小笔记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着谁来过家门，几点几分，发生了什么，语气如何像我当年做班主任时写的学生观察日志。第二天上午，我先去了药品检测机构，提交了那瓶天然镇静胶囊。负责人说大约需要7个工作日给出初步。结果中午我又回到秦曼所在的临时工作室，他正与马素珍整理一套证人证词备案书。他们已经联系到了一位关键人物，银行职员小王，林姨小王愿意作证。他记得您平时亲自办理业务的习惯，也看过您的真实签名。秦曼说他会以第三方身份说明来办理业务的签字人不是您，他是我教过的学生。我轻轻叹息，他比我儿子还像亲人。秦曼微微一笑，您的人品在这里是最有力的证据。我感动的一时说不出话。那天下午，我们开始逐条梳理即将提交法院的资料。我亲手签下委托协议，授权马素珍代表我起诉涉嫌财产诈骗与伪造文件的王静文及关联人员签下的。那一刻我心跳加快，不是因为紧张，是激动。多年了，我终于不是听话的妈妈、乖巧的婆婆，而是林翠花，一个知道自己要什么该争什么的独立女人。晚上回家，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房门重新换锁。我告诉她为了安全。她皱了眉头，却没说什么。她当然知道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对她百依百顺，连出门都要请示的老妈子了。但她不知道的是，她所有的计划都将在这一刻开始崩塌。我望着客厅角落那幅全家福照片中，我坐在中间，笑得温柔。那时我真心相信，只要对家人好，家人就会对我好。现在我明白了，家庭的温度不在于你给了多少，而在于你是否看清了谁真的值得你给我
一直以为伟明是无辜的，他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性子温顺，成绩中是啊，等却极有责任心。高中那年我得了甲状腺结节，他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后来考上大学。那天抱着录取通知书哭得像个孩子，我一直记得他抱着我说，妈，我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我开始怀疑，那些好日子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那天傍晚，我正在客厅里整理一些纸箱，准备把旧照片和纪念册收进储物柜里，忽然手机响了，是一个越南号码，备注是儿子。我愣了一下，心脏咚地跳了一下手指，下意识地点了接听位，我尽量让语气平。静妈电话那头传来伟明低沉的嗓音，夹杂着些许疲惫，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心中微微刺痛，他不是听我说的，是王静文告诉他的。我挺好的，我淡到有些事情我本来不想说，但现在必须要问你房子的事，你知道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轻声说，妈，静文说你已经同意了，而且还签了字。他给我看了复印件，我以为是真的。你以为？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从头到尾我一句话都没跟你说过这事？我压抑不住情绪，声音突然提高，我是你妈伟。明，你觉得我会连房子都不要拱手让人吗？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他说您最近有点糊涂，还老忘事我，担心您，他说我糊涂你就信了我。冷笑，你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见我糊涂过？他给你看的那些复印件，你有亲眼见过原件吗？伟明语气里透出迟疑。我在越南工作也忙够了。我深吸一口气，尽力让自说极冷静。我告诉你，房子是我和你爸一砖一瓦省下来的，不是他王静文可以随便拿去做买卖的。我已经报警了，也找了律师。你现在要做的是想清楚你站在哪一边。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传来一句，妈，我需要时间。我没有再说什么，直接挂了电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没有让它流下来。我一直知道人与人之间最难破的不是距离，不是误解，而是选择。而我亲生的儿子在这场选择里没有选择我晚饭时间。王静文如往常般摆好碗筷说，妈，今天给您做了桂圆粥滋补气血的。我端起碗轻轻吹了口热气，然后看着他伟明给我打电话了。他手中的筷子明显一顿，但很快恢复自然。是吗？他最近挺忙的，惦记着您呢。他说你告诉他我最近糊涂。他笑了笑，妈，我是怕他担心您，才稍微说的重了点。你也知道，有时候老人家难免记性差些，医生不是也说了呢？医生，我盯着他的眼睛问，你是不是还找了人伪造了我精神异常的评估？他终于抬头，眼神冷静如水。妈，您别误会，我怎么会做那种事？我这不是也是您好，为我好。我轻声一笑，你觉得让我把所有财产都交出去，把身份证、存折、房本交给你是为我好？妈，您别激动。他站起身来，语气压低却清晰，我承认有些事情我做的可能急了点，但您也清楚，伟明在国外，家里总要有个主事的人。我一心一意照顾您，不是图什么，只是想这个家顺顺利利。可惜你忘了我声音渐渐低下，却像钢针一样一字一句刺入空气。这房子是我名下的，这钱是我老伴留下的，这个家你只是媳妇，不是主人。他脸色一下变了。我站起身，语气决绝，从明天开始我会找人来换锁，顺便清点所有重要物品。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留给律师吧。他张了张嘴，终究没说出话来，只冷冷盯了我一眼，转身进了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屋里一下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像是时间本身也为这场母媳决裂敲响了警钟。我回到房间，翻出那本旧相册，看到照片中那个年轻的我站在阳光下，怀里抱着刚满月的伟明，笑得那么天真。我指尖轻轻抚过那张泛黄的纸，心里苦涩泛起。我不是没想过原谅，也不是不愿意相信，但信任就像瓷器，一旦摔碎了，即使粘回去也再不是原来的模样。我合上相册，拉开抽屉，把马苏珍昨晚发来的诉状打印稿拿出来，重新仔细看了一遍。林翠花诉王静文非法侵占财产，伪造证据，精神诽谤，每一个词都像刀子，精准而致命。但我没有躲，也不会再躲。第二天早晨，我穿好衣服，拎着文件夹和资料袋，头也不回的出了门。阳光照在我脸上，我第一次觉得走出这个门是走向自由，而不是逃离家。阳光透过法院门前
高大的香樟树洒下来，斑斑驳驳地印在我的脸上。我站在民事立案大厅外，看着那一块写着诉讼登记的牌匾，手心微微出汗，却没有一丝退缩。马素贞、与秦曼陪在我身边，他们手里拿着厚厚一沓文件，像两名战士肩并肩站在我左右临沂。准备好了吗？秦曼轻声问我。我点点头，从我决定走进这道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走进大厅，取号、递交材料、核实身份，每一个步骤都井然有序，而我却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敲打着整个空间。我曾经站在讲台上对几十个学生讲文学、讲理想，如今却要在法院里为自己的一生讲一个字。公道递交完资料后，法院工作人员接过材料，确认完身份信息后，抬起头问林女士，您确定由您本人提出此项诉讼，不受他人胁迫？我迎着他审慎的目光坚定点头。是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走出法院大楼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不再是那种家里有事说不出口的沉重，也不是母亲不能对孩子太狠的自我压抑，而是彻底释放之后的清明。我坐在法院门口的石凳上，轻轻地舒了一口气。马素贞递给我一瓶矿泉水，等立案通过后，法院会给王静文发传票，估计2-3周内会有第一次庭前调解。我冷笑了，医生他可从来不懂什么是调和解。我们当然以正式庭审为目标。马素贞点头。不过前期程序必须走完。正说话间，秦曼手机响了，她接起电话，脸色却逐渐凝重。挂断后，他看着我，语气缓慢却清晰凌厉。有个情况您得知道，今天下午南宁市一个地方论坛上有人匿名发了您的一张照片，说您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被医院建议强制监护什么。我猛地站起，谁发的？他把手机递给我，我看到那张照片，正是我前几天去超市门口晒太阳时被偷拍的画面中，我坐在长椅上低着头，像是在打盹，配文却写着老人已患重症行为失常儿媳，不忍其被社会排斥，主动承担照顾责任。一瞬间我的脑袋轰的一声炸开，我知道是谁干的？不用怀疑王静文，他这是要提前制造舆论，给我贴上疯老太的标签。一旦法院起诉他，就可以说我是精神有问题，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我只觉得喉咙发干，连说话都困难。马素贞当机立断，我会立刻联系网站后台申请删帖并保全证据，同时向法院申请对您个人形象的网络保护令。我们还要一份来自正规医院的精神评估报告。秦曼补充道，您愿意配合去做吗？我闭了闭眼，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当然愿意。我不仅要让法律看到真相，还要让社会明白，不是所有年纪大的女人都是糊涂虫。第二天，我们前往南宁市人民医院精神科，挂号流程严谨繁复。医生是一位50多岁的男主任，看着我写字记忆单词，回答逻辑测试题后，露出赞许的神色。林女士，您的认知和表达能力都在正常范围内，不存在判断失常或人格障碍。我笑了笑，谢谢。我只是老了，不是傻了。评估报告3天后出炉，秦曼第一时间复印了3份，递交法院律师事务所和我本人各留1份。而与此同时，那条恶意贴文在网上迅速发酵，引来了大批网民留言，儿媳真可怜，老人家年纪大了都这样，有多少财产才会闹成这样？我看着那些评论气得发抖，他们根本不知道事实。我低声道，但我们会让真相自己说话。马素贞拍了拍我的肩，我们已经联系了南方都市报，准备向媒体披露这起特殊的家庭财产欺诈案，你要不要接受采访？秦曼看着我，我沉默片刻，轻轻点头，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不是在控诉儿媳妇，而是站出来让更多像我一样的老人别再被骗采访。那天我穿了一身深蓝色旗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镜头前。记者问我，林阿姨，您为什么选择站出来？我看着镜头一字一句地说，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觉得沉默是宽容，但现在我明白沉默才是放纵罪恶的帮凶。当天采访在媒体平台上线，点击量破10万，评论区也开始发生变化。老太太说得好，终于看到一个清醒的长辈
备了防火、防盗、防亲戚，真不是空话。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了回响。我曾以为年老就是被边缘的开始，可现在我明白，年老只是人生另一个开场。只要你还愿意拿起权力的武器，你就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可怜母亲，你是一个清醒的人，一个捍卫尊严的公民。我站在镜子前，看着那个皱纹爬满脸颊的女人眼中却泛着光。林翠花，你做得好。我轻声说。采访视频发布后的第3天，事情开始发生明显变化。那天下午，我正在阳台给桂花树剪枝，忽然楼下传来一阵车喇叭声。我探出头看去，一辆越南牌照的深蓝色轿车稳稳停在小区门口。从驾驶座上下来一个熟悉却憔悴的身影，是伟明。我心头一震，手中的剪刀咔嗒一声落在地上，滑进了泥土缝隙里。他手里拉着一个黑色登机箱，步子急促地往楼上跑。门铃响时，我还没从那一瞬的情绪里缓过来。我没有犹豫，转身开门。门一开，他就站在门口，眼睛里布满血丝，脸色憔悴的像是几天没睡。妈，他低声喊。我退开半步，进来吧。他进屋后放下行李箱，像找不到话说一样站在原地。我倒了杯热水放在他面前，然后坐到沙发另一侧。妈，我看了采访。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我一开始以为你只是一时冲动，可后来我查了银行的授权记录，我才知道他居然真敢。他敢做是因为你一直在装傻。我声音平静，却如石落湖面。你从来没问过我一次真正的意愿。他垂下头，指尖在膝盖上搓动。我以为你同意的，我没想到他会伪造那么多东西。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我盯着他，他对我说，我糊涂，你信了。他说我签字了，你也信了。说我需要他照顾你，更信妈。他抬头，眼圈泛红。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可你选择了他。我语气里没了埋怨，只有深深的疲惫。你是我亲生的儿子，却在我最需要你相信的时候把我推向了不可信的人。他哑口无言，胸膛剧烈起伏，最后只能低声道，妈，对不起。我闭了闭眼，强压住心中的酸楚。妈，我已经定了律师，也录了口供，我愿意在法院出面作证，证明您没有授意他处理任何财产。我看着他，那你准备好承认这段婚姻出了问题吗？他僵住了半晌后喃喃说，他曾是个好人。曾经。我轻轻重复这2个字，可曾经不能抵消他现在的所作所为。我站起来走进厨房，端出热饭菜放在桌上。你回来这一趟不是为了说对不起，是来证明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儿子。他缓缓起身，走到餐桌前坐下，拿起筷子吃了2口，喉咙却像堵住了一样。妈，我和他可能真的走不下去了。他突然说，我来之前他还在催我回越南，说别被老太太牵着鼻子走。他这么说，他说你老了记性不好会添乱。他苦笑一声。我听见那句话时，忽然就想起你年轻时在讲台上写粉笔字的样子。你是我们全家最有主见的人，怎么会是添乱？我没有回答。有些伤口听到认错后不会立刻愈合，它需要时间，需要行动，需要你彻底明白你曾经伤害过谁。饭后他帮我收拾碗筷，一切都很沉默。夜里他在客房休息，我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握着那份精神评估报告。电视机的新闻声在背景中飘着，老年人群体面临的软暴力日益严重。软暴力这3个字如同利针扎在我心头。王静文没再出现，但他留下的每一道暗线都还在那张虚构的赠与协议，那串还未查清的委托文件，以及他在舆论场上给我贴的失能老人标签。但现在不同了，我不再是一个人。第2天一早，伟明起床后主动提出，妈，我陪您再去一次法院，我们一起把证据补充齐。我看着他，终于露出一点点笑，这才像我儿子。我们来到法院材料补交窗口，将最新补充的银行授权、核查记录、精神鉴定原件、采访媒体副本全部提交备案法官助理。拿起材料认真翻阅，不时点头，你们提交的证据非常完备，案件已排期下。周开庭走出法院那一刻，我感觉阳光格外明亮。我和伟明并肩走在人行道上，路过一家药店门口，一个中年女子正在为她母亲量血压。母亲一边笑一边轻声埋怨，你这孩子不让我吃盐了，我怎么做菜？女子回嘴，您都高血压了还要吃咸的。那母亲顿了顿，忽然抬头说，可你小时候爱吃我做的咸鸡蛋呀。我
和伟明对视一眼，彼此眼中都有一丝微微的泛红。妈，我以前真的太忽略您了。他低声说。我轻轻握住他的手，别说了，现在我需要你做的不是道歉，是证明。你这次站在我这边。法院大厅庄严而寂静，空气仿佛凝固成一层透明的冷膜，贴在每个人的皮肤上。今天是正式开庭的第一天，我穿着那件深色毛呢。外套胸前别着我老伴生前留下的钢笔扣子，坐在原告席上身旁是马素贞和他的助手秦曼，我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串念珠，不为祈福，只为稳定呼吸。伟明坐在听众席沉默不语，而被告席那边，王静文穿着一身黑色职业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坐姿笔直。他的律师是一位陌生男子，满脸自信，手里拿着一大叠文件。审判长敲下木锤宣告开庭。我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瞬间我们的目光交汇，他的眼神不再是从前那种柔软的近乎粘稠的讨好，而是一种冷静疏离，甚至有些不屑。原告林翠花女士起诉被告王静文女士，控诉其伪造文件、非法侵占个人财产、精神污蔑书记员，声音一字一句地念出立案内容，一个词语都像在我胸口重重敲击。法官首先让我陈述起诉理由。我站起身，声音清晰坚定。我是林翠花，今年68岁，这所房子是我与丈夫奋斗一生换来的家产。近2年来，我把儿媳王静文接来同住，信任她，依赖她，甚至把身份证存折交给她保管。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份信任换来的不是照顾，而是背叛。他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伪造赠与协议、精神评估书，将我的财产逐步转移，并试图将我合法化地剥夺出家庭体系。我顿了顿，目光扫过他，他不是我请进来的恶人，却成了我生活中的刽子手。整个庭审现场静了一瞬。王静文的律师起身反驳林女士提出的所有控诉缺乏直接证据。被告王静文一直原告提供生活照料，有照片有录音为证，原告所言极易受舆论影响与情绪波动误导，不构成法律事实。我冷笑，我是不是糊涂由医生说了算，他是不是非法转账由银行流水说了算。法官先生，我请求播放一段证人证词。马素贞点点头，递上 U 盘。视频里是银行职员小王的证词。我是林老师的学生，我知道他的签名风格，也知道他从未授权别人处理他的账户，而那3次提款签名潦草，根本不像他的字。还有另一段，是我在人民医院接受的精神状态测试片段。医生在镜头前说，林女士认知完整，逻辑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失忆、精神错乱等病症。视频播放结束，王静文的脸色终于变了，她咬牙忽然起身，法官大人，我从没想过要害林妈，她一个人太孤单了，整天自己念叨以前的事，我只是想帮她把事情打理好一些，怕她日后没人依靠她。突然哽咽，我承认我确实动了一些不该动的念头，但我是为了伟明，为了这个家，我怕他万一哪天怕我哪天疯了。我突然站起，声音尖锐，所以你提前准备好让我消失，我只是怕他眼泪开始掉下来，怕我夺回我该有的东西。我一字一顿地说，你怕的不是我，是我还没死，是我还会说话，是我还认得前任的字，认得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肃静法官敲锤，我慢慢坐下，胸口起伏不止，却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从来没有哪一次争吵这么痛快。庭审进入证据核对阶，是段勤曼将整理的近30份书证电子记录证词交由法官审阅，马素贞则有条不紊地补充细节，包括房产登记、流水银行转账、明晰药品成分报告。那瓶天然镇静胶囊中确实含有轻微镇静剂，长期使用可造成注意力涣散与判断模糊。这下连坐在被告席的王静文也抬头，目光第一次不再那么笃定。最终法院宣布案件进入第2轮审理程序，择日宣判。法锤落下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过去几年自己一次次压抑的呐喊终于被回响了回来。走出法庭时，楼下有几位围观的老人小声议论，就是他那个在网上说话的老太太真有胆。我跟你说，我们这小区以前也有老太太被骗走房子，最后只敢躲起来哭。我听见这些话没有回头，只是继续往前走。伟明默默跟在我身后走出法院那道大门，他忽然低声说，妈，对不起，我让你一个人面对了太多。我停下脚步，轻轻握
啦，他的手不用说了，你现在站在我身边就够了。风吹过法院门前那一排梧桐树叶子簌簌落下，铺了一地金黄。我仰起头，看着阳光从树隙中洒下，觉得这场漫长的秋天终于有了属于我的光亮。庭审之后的几天里，天气骤然转凉，南宁市入秋的风透着诗意贴在皮肤上，凉得刺骨，可我的心却异常平静。我没有像许多人预想的那样失魂落魄夜不能寐，而是像一块多年蒙尘的镜子被泼了一盆冰水后，终于反射出真实的光亮。法院案件进入审理准备阶段，等待最终宣判，而我也终于迎来了短暂的清静。这段时间里，我开始重新拾起一些早被遗忘的生活习惯，早上6点起床，去楼下花坛旁走上2圈，几个同龄人打打太极聊聊天，回到家给自己熬一锅莲子百合粥，泡一壶铁观音，再打开收音机听听旧时的戏曲。屋子里没有王静文的影子，忽然就明亮，舒了许多，像是多年压在我身上的某种阴霾终于散去，连那株桂花树都仿佛抽出了一只新芽。伟明仍然住在家中，他早上帮我买菜，晚上帮我收拾厨房，有时候也在阳台坐下，一边看手机一边抬头问我一句：妈，您今天想吃什么？有时我会冷淡地说随便，有时也会平静地说做你小时候爱吃的韭菜鸡蛋饺。是子吧，我们像是试图在这破碎过的关系里重新拼接出一种平衡，虽不完美却彼此容忍。一天晚上，我坐在沙发上翻看新闻，手机忽然叮地响了一声，是一个陌生的微信号发来消息：林老师，我是中山大学的李记者，您的事件我们已在跟进，现有数名老人希望能与您见面，分享他们类似的遭遇，您是否愿意参与一个小型圆桌访谈？我愣了几秒，回复道：可以，地点时间您定好即可。第二天，他们将地点选在一家社区老年服务中心。访谈当天，我准时到达，没想到已有4位老人坐在那里，有的头发花白，有的坐着轮椅，每个人的眼中都带着复杂的光。其中一位名叫赵婉仪的老太太握着我的手说：我看到您的视频后哭了一整晚。我的孙子把我赶出家门，说房子写他名字了就不属于我了。我那天差点从桥上跳下去，我顿时心头一紧，双手握得更紧。您撑下来。就是赢了。另一位老者也轻声开口：我也是儿子骗我签了个贷款合同，说是短期周转，结果我被银行追债，才知道自己成了担保人。这些年我们都太忍了。有位老太太说，我们以为退一步是海阔天空，可他们以为我们老了就没用了，可我们不是废人。我看着他们眼神坚定，我们老了，但我们还有判断力，有尊严，更有话语权。你们要记住，忍让不是德行，当别人把它当成工具的时候，它就成了枷锁。他们都点头，眼中泛起泪光。那一天，我们在那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谈了整整2个小时，谈过去，谈孩子，谈伤害，谈自救。当我走出那栋服务中心时，天色已晚，夜风中夹着桂花的香气。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的沉默并非毫无意义，如今我成了某种声音的源头。晚饭后，伟明轻声问我：妈，你以后还打算继续住这儿吗？我夹了口菜，慢慢咽下，才淡淡道：这房子是我的，我当然是住着。他低头没有再说话，我放下筷子看着他：我不赶你走，但你要清楚，房子是家，家是情。王静文走了，我不会拦你，你要再和他一起，也不需要来劝我接受。他一脸纠结，低声道：他想见您一面，他想说什么？我目光直视他，他说想道歉。我冷笑一声，他道歉是为我还是为他自己？快败诉了，妈，别叫我妈来堵我。说的嘴，我语气冷了几分。他在法庭上说我是为了你，可他从未问过你真正想要什么，也从未想过我还活着，还在呼吸，还有感受。伟明沉默良久，才喃喃开口：也许我们都错了，不是你太迟了。我起身走进厨房，背影坚硬如石。夜里，我坐在窗边，一边缝补那件穿了10几年的老毛衣，一边听窗外树影婆娑，手机忽然又响，是法院寄来的开庭通知，10日后宣判，双方必须亲自出席。我深吸一口气，把毛衣叠好放进抽屉。我知道那一天将是我对过去半生最后的清算。离开庭还有3天，家里的空气仿佛也随时间愈发紧绷。我和伟明各住一室，不言不语，像是各自准备着一场不再回头的决战。而王静文终于还是在这个
傍晚出现了那天，我正在厨房切菜，听见门铃响了3声，像往常一样沉稳节制，却又多了一丝久违的忐忑伟明。没有出声，我走到门口，透过猫眼一看，他站在门外，穿着那件熟悉的浅灰风衣，头发束得一丝不乱，手里拎着一个黑色文件袋。我打开门，没有说话，只是侧身让他进来。他一进屋便脱了鞋，把文件袋放在茶几上，然后静静看着我。林妈，她开口，声音竟然带着一丝颤抖。我今天来是想当面说几句话，说吧。我语气平静得像秋水。她坐下，双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终于低头的小学生。我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说什么都晚了，但我还是想说对不起。我没有回应，只是看着她的眼睛。她垂下头。我承认我那时候确实是有私心，我想换个房子，换个环境。我觉得这个家太旧了，不配我们的生活。我一开始的确只是想让伟明出国安心工作，没打算真把您怎么样，所以你就背着我伪造授权，设计精神鉴定，甚至用药物试图让我失去判断力。我打断他语气仍然冷静，你要换的不是房子，是换掉我。他忽然哽咽，泪水啪的一声滴在膝头。我不是坏人，我真的不是，我只是太想控制一切了。您从来都不肯把家交给我只是想做这个家的女主人。我冷笑一声，你想做主就得靠本事，不是靠手段。你从我这里夺走的不只是财产，还有尊严。他摇着头，嘴里喃喃，我没有别的路了。那时候我炒股赔了几10万信用卡，快爆了，我怕你知道后赶我走，所以你宁可毁掉我，也不愿意告诉我真话。他痛哭失声，我怕失去一切，你早就失去了。我站起身，指着门口，你该走了。他没动，只是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和解申请。林妈，我知道法院很可能会判我败诉，但我愿意认错，退还全部财产。我只求您不要让我进监狱。我神冰冷地看着那份纸，这不是你求我，是你求法律。你对不起的不只是我，而是你曾踩在我身上的贪婪与伪装。伟明也会痛苦的。他带着最后的哀求，我坐牢他就彻底毁了，毁不毁是他自己的选择。我声音毫不犹豫。他忽然站起身，目光变得尖锐，你到底想要什么？你要我跪下？你要我死吗？你就这么恨？我一字一顿，我不恨你，我只是不原谅你。他身体一僵，林翠花，你别以为你赢了这个案子就赢了所有，你不过是个老太婆，一个等死的人。我平静地说，我不会活得久，但我会活得干净。王静文脸上的情绪彻底崩塌，眼神里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凶光。我伸手按下桌上的语音录音键，轻轻一推，你说得很好，这些法官都会听见。他怔住了良久，他终于低头，颤抖着拿起包，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去。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像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撤回。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窗外夜色沉沉，路灯昏黄。我望着茶几上的那份和解申请，忽然笑了。原来有些人即便到了悬崖边缘，仍然不懂后悔，只懂求饶。晚上伟明默默把晚饭热好，端到我面前。我没动筷，他小声说，妈，我不知道他今天会来。我抬头看着他，你不需要替他解释，你要想救他，就陪他去法院老实认罪。我会。他低下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家到底怎么走到这一步。我看着他轻声说，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家变坏了，是因为我们让错的人掌控了。我们那一晚我们都没怎么睡，临近凌晨3点，我起身到阳台给桂花树浇水，枝头有几朵花正在盛开，香气悠然。我抬头望着满天星斗，忽然感觉自己这一生好像也是这树，哪怕被修剪、被冷落、被误解，只要还有一丝阳光和水分，就能继续开出属于自己的香味。10点钟，我收拾好所有庭审资料、证据、文件，个人陈述草稿一一分类整理。我知道明天将是我以林翠花的名字站上法庭，为母亲、女人、老人这3个身份争一场不退的胜利。开庭当天，天空阴沉的像着一层铁布，空气中带着南方冬季特有的潮气。我一早起床，穿上那件藏蓝色风衣，这是老伴过世前送给我的最后一件新衣，我从未舍得穿，如今却觉得它就是最合适的铠甲。伟明默默地站在门口，替我把围巾系好。妈冷，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我们一同坐车前往法院，一路无言。路边的梧桐树叶落了地，像是谁悄悄写下的记忆被风一点点吹散。
法院大楼前已有不少人聚集，不少记者在架设设备。自从媒体披露此案后，社会反响愈发强烈，尤其是在老年权益保护领域。本案被认为极具代表性，马素珍、秦曼早已等在门口，他们将最新整理的证据材料递给我，我郑重地收下。9点整，审判长敲锤宣判，庭。审正式开始，请被告王静文入庭。他今日一反常态，没有浓妆艳抹，穿了一身灰色大衣，神色略显憔悴。他环顾法庭时，目光掠过我，没有停留庭审程序。速进入证据陈述环节。马素珍站起，条理清晰地陈述案件背景，递交所有证据副本、伪造签名、比对报告、药物成分分析、银行授权记录、精神评估鉴定受害人个人陈述。每一页翻过都是他曾试图隐匿的罪证，每一项指控都是他曾轻描淡写的恶行，而他的代理律师则不断试图将问题导向家庭纠纷、误操作，甚至强调王静文并未造成不可逆损害，希望法院从轻处理，他不过是情绪激动时的一时冲动，并非蓄意犯罪。我冷冷开口，如果不是媒体曝光，法院介入，他会归还房子吗？他会承认下药吗？他会承认伪造文件吗？情绪激动，能伪造3份授权书，还能计划半年之久。法官看向王静文，被告王静文女士，请问您是否承认原告提交之材料属实？他咬着嘴唇，手指紧抓衣背，良久才低声说，我承认。法庭陷入一片沉默，而就在此时，伟明站起身来向法官请求发言。我是原告之子林伟明，曾为被告王静文之配偶，在此我愿就案件作证，证实母亲在财产处理中从未表达转让意愿，所有行为皆为被告个人主张。愿承担自己过去纵容与不作为的责任。他的声音微微发抖，却坚定无比。王静文猛地转头看向他，那眼神复杂的如同深井藏着恨、失望甚至残存的依赖。可伟明没有再看他一眼。原告还有其他陈述吗？我缓缓站起，望向全场。我是林翠花，今年68岁，我的一生没有惊涛骇浪，只求安稳度日，勤俭持家教。育子女，可这份善意在我年老后成了别人的工具。我被剥夺权利，诬陷神志不清，被人伪造人生。我顿了顿，眼中有泪，却未掉。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告诉所有人，老人不是沉默的祭品，不是可以随意篡改的符号。我们老了，但我们不是没人权、没声音。我要求司法给我公平，我更希望会看到老年人也有尊严，也有边界，请不要再用为了你好掩盖为了自己的贪婪。法庭静默良久，最终审判长宣布暂时休庭，法庭将于3日后作出正式判决。走出法庭那一刻，天境开始飘起小雨，细密的雨丝洒在发梢上，我却丝毫不觉寒冷。秦曼替我撑开伞铃，姨，您今天说的太好了。我微微一笑，说晚了10年，但总归说出来了。您不怕吗？我望着人群，摄像机那一张张模糊的脸，低声说怕，但更怕死的时候没脸合眼。我们坐车回家，一路上手机不停地响，媒体评论区下无数留言涌入，这位老太太太有骨气了，被儿媳害成这样，还能自证清白不容易，希望我们老了也能像她一样清醒。而与此同时，我接到法院来电通知，因案件影响广泛，将由市中级法院审理终判，并同步推动老年财产权法制修订建议案。我呆了一下，竟然笑了。也许我一个普通老太太的呐喊真的被人听见了。那晚我坐在阳台上，听着屋内电视传来主持人播报的声音，南宁老太太林翠花因一宗家庭财产纠纷案件而引发公众对老年权益关注。目前法院正加紧审理中。我的手轻轻抚摸着桌上的旧相册，照片里是年轻的我，年轻的伟明，还有那个笑得很甜的王静文。而如今照片仍在笑容可是我还活着，我还在战斗。3天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宣判。我坐在法庭中，双手交叠于膝身侧，是马素珍、秦曼和伟明。法院的大屏幕上缓缓说打出裁定文字，被告王静文因伪造民事授权文件、使用违禁药物、侵占原告合法财产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刑法》第220
26条第305条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则令其退还全部不当得利财产，并公开书面道歉，法锤落下，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静止。王静文站在被告席上，面色惨白，眼神空洞，而我终于长长的吐出一口气，那是一种不带任何喜悦的解脱，仿佛一个常年捆绑在身体里的结终于在这刻被刀锋割开，疼却轻了。法官看向我，林翠花女士，您可就此案发表最终陈述。我缓缓站起，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王静文，这些年你叫我妈，可你从未把我当做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尊严的人。我原谅不了你，但我也不会永远诅咒你。你要记住，你害我受伤不只是金钱上的，还有一个母亲对家庭对亲情的信任，但这不代表我放弃做人。从今天起，你我就到此为止，余生请你带着良心活下去。他垂下头，肩膀轻轻颤抖，走出法庭。记者蜂拥而上，闪光灯刺说，眼玲阿姨，您现在有什么话想对社会说？我微笑着回答，别再以为老人就是容易糊弄的群体，我们老了但不傻，请给每一个老年人该有的尊重和保护。不要等他们开口求救才想起，他们也在呼吸。那一天，我成了新闻热点，成了代表老年权益发声的平民英雄。可回到家，我把所有采访链接、转发消息都静音了。我只是静静坐在沙发上，望着那棵阳台上的桂花树，脑海中回荡着往昔的点滴。丈夫推着小推车和我一起买砖，伟明放学后跑回来抱住我，甚至王静文刚进家门时羞涩地叫我妈。一切都像落叶，最终归于土壤，不再翻腾，却也永不消失。几天后，街道办事处特意请我去做一场老年防诈骗法律讲座。是，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白发老人，一双双眼睛。我说，你们可以老，但不能糊涂；你们可以善良，但不能纵容。别再觉得忍忍就过去，人生到了晚年更要为自己活一次。讲座后，一位老太太握着我的手，哽咽说，林老师，我也被儿子拿走了房本，但我不敢说，我怕别人笑我，连自己儿子都管不好。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你不说就永远没人知道你被伤害，说出来是勇敢，不是丢人。回家路上，我和伟明并肩而行，他问我妈，以后您还愿意让我留在家里吗？我停下脚步，看着这个曾让我心碎又让我骄傲的儿子，你留下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开始。他点头，我想重新做个合格的儿子。我轻声笑了，那你得先学会怎么当一个好人。几个月后，我将房产重新登记在自己名下，并在司法建议下签订了完整的长期监护协议，指定马素贞为监护法律顾问，同时在社区牵头建立老年维权互助小组。每周我会去一趟图书馆，一讲法律常识，用自己经历告诉更多老人，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而王静文在完成法院判决的公开道歉后，离开了南宁。听说他回了老家，找了一份清洁员的工作。我没有再关注他的消息，我们之间那条河已经被判决和伤痕隔断，不会再同行。阳春3月，庭院中的桂花又抽出了新芽。我站在窗边，回望这几个月来所有的痛苦、抗争、沉默、爆发、孤独与觉醒，忽然明白了一句话，有些事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不再输。我这一生终于为自己赢了一次，不是房子，也不是名声，而是赢回了我是谁。我叫林翠花，我是人，不是影子。我叫林泽浩，25岁，林翠花的孙子。直到2年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奶奶只是个不太好相处的老人，她喜欢干净到苛刻，厨房里酱油瓶必须面朝东，她管教严格到古板，从小不许我边吃饭边说话。她的电话打来总是一句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却从不问我有没有压力，有没有难过。我承认我曾不懂他，甚至在我妈也就是王静文和他彻底撕破脸被奶告上法庭时，我一度觉得是不是奶奶老糊涂了。我当时正在国外实习，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家里闹得很大，奶奶要上法院了。我愣住了，从小到大在我心李奶奶就是那个每年春节早起包饺子，会偷偷塞压岁钱，冬天给我织围巾的老太太。她怎么可能告我妈？可后来我看见了新闻，看见了采访中那个面色坚毅、言辞清晰的她老人，不是沉默的祭品，沉默不是宽容，而是纵容。我忽然明白了，我从未真正了解她。我赶回国时，判决以下，我妈被判缓刑，我爸搬回
家陪奶奶，我妈则一个人回了老家，我没有去看她，我觉得我需要先见见奶奶。那天我推开家门，她正站在阳台上给那棵桂花树浇水，听见门响，她回头看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朝我点了点头。我走过去喊了一声奶奶，她咔了一声，淡淡的说回来了。厨房飘出饭菜香，是我从小最爱的酱油蒸鸡、冬笋炖豆腐，还有他亲手做的红糖年糕。我们谁都没提他，直到吃完饭我收拾碗筷时才忍不住问奶奶，您真的一个人坚持到了最后？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擦干手，走到客厅，把一本发黄的相册递给我，你小时候的照片。他说我一页页翻着，看见我3岁时坐在他腿上，嘴角全是米饭；7岁时穿着他亲手织的毛衣；2岁时第一次拿作文奖，他站在台下眼圈通红，我鼻头一酸。奶奶对不起，他拍拍我肩膀，你妈不是全坏，她只是怕输。我呆住了，怕没有安全感，怕被看不起，怕你爸心不在他那儿，他那么做是错的。可他也是从一个弱者变成了加害者，不是天生的恶。你不恨他，我问恨他，就把我一辈子的教养都丢了。他轻声说，我告他不是为我，是为以后别再有老太太不敢开口。我第一次看见他眼里没有泪水，却胜过一切哭泣。那之后我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看他，帮他买花、修树、打扫书房。他渐渐学会用微信，开始参加街道法律宣讲，也成了本地老年周报的专栏撰稿人。他说我晚年终于知道自己还能做点什么。有一天我无意中问他，奶奶那房子以后您准备怎么安排？他笑了，不是你的不必急，是你的跑不掉。可我不是唯一的孙子啊。他笑得更深，有些事要给值得的人。我顿时明白了，那不是一场惩罚的故事，而是选择。后来我妈来过一次，站在楼下抬头看着奶奶家的灯光，久久不动。我看着她，第一次没有怒气，只是淡淡说，妈，奶不再恨您，但不等于她会望。她眼圈一红，转身走了。那年冬天，我陪奶奶在阳台种下一株新的桂花。她笑着说，她不会知道土壤是谁的，她只管开花。我才明白，她的心早已不为一个家争吵，而是为所有像她一样的老人发声。她教会我一句话，做人不怕晚，就怕不敢。我想以后无论她在与不在，我都会记得这一句，记得她叫林翠花，曾是个母亲，更是个战士。